了一个综合拼盘，这虾好吃。目前的时间刚好就是夕阳的时间，非常美哦。13楼的景色是真的不错，好佩服他们的车站都可以把文化呈现在这种建筑结构上。它那个叉烧不会很油腻，这是富山的荧光乌贼啊，能写职人的店，然后它有很多种的饭团。趁着升农大5日券的最后一天，我们要前往北路的大城镇金泽。金泽是以海鲜与茶街文化为名，第一站我们就来吃金泽在地很有名的回转寿司店能登前寿司。我们点了一个综合拼盘，然后它还有附一个拼盘的味噌汤。然后第一道是青干三吃，青干是这边很有名的鱼类。然后这个是黑猴三吃。这一个呢，它是叫做日本海这边的3种料理。那我看一下，应该是螃蟹、然后贝类，还有这边很有名的富山虾。这碗是虾头的味噌汤。虾味很浓，但这个应该是点拼盘才有啦，因为它只给我们1人份。来吃一下青干三吃，它这边都是这边的鱼料理啦，所以我听人家讲说来这边就是你要点它这边才有的料理。青干，然后这个是生的，刚刚第一个吃的那个是炙烧的，可是我觉得刚刚那个才像黑猴，这个好像不是。你刚刚吃的那是黑猴，这个才是青干呢。我们吃一下黑猴跟青干哪个好吃？青干好吃啊！所以你觉得青干比较好吃？我也觉得青干比较好吃诶，青干比黑猴好吃很多。来的话一定要吃青干，因为青干我记得我们的季节过了，不然这边青干很便宜，青干才550，黑猴还比较贵。鱼生送鱼迄较贵。黑猴啊，那多少价啊？真假的哈黑猴。想出来了就试试看啊！再来是这个，我要先吃螃蟹，螃蟹就普通啦，看吃。这个应该是贝类，也是日本海的第2个特产。贝类不好吃，太硬了。我之前在天师那边吃过，是很脆的。你讲这样食长时间拢多久？它排2-3个小时啊。再来是日本海的第3样名物，这个应该是富士山这边的小虾。这虾好吃，很甜呢。对啊，我迄章鱼放在做。你干了价了啊？你惊你？有啦，有讲看。吃一个旗鱼，旗鱼普通啊。没有特别好吃。普通。口感比较 Q， 这个比较好吃。所以那个黑猴那个真的太贵。我们吃完了2个人，我们吃了大概4800多块。其实我觉得没有特别好吃啊，这间我觉得普通而已。虽然是名店，而且需要排队。那因为我现在是因为下午3、4点，就刚好没有人潮的时候，所以如果要排队的话，我是觉得不推荐。金泽这边的交通，就先去7号月台后面买这个巴士的1日券。那它这个观光多游券可以搭的巴士有市区观光巴士左回跟右回的，然后还有当地的巴士也都可以搭。然后1日券的价位是600。那它这边就是你只要搭1趟就是200，所以你只要1天搭得到3次就值得买这个。我们晚上入住的饭店是这一间 Win Hotel， 然后它在金泽车站的旁边。看一下这边饭店呢，它为了要保护这边金泽的文化遗产，所以饭店都会规定要追缴1笔遗产的保护税。然后这边进来呢，就是饭店的入口了。然后很特别的是，它 check in 的柜台在顶楼哦。那原因就是因为他认为这边是车站区，1楼啊，相对就是比较吵，会有 JR 经过啊，高铁经过，新干线经过。所以他们就觉得把check in的地方跟迎宾室设在13楼顶楼的位置点是相对舒服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户外的观景台，然后室内呢也有蛮多的位置，
这边呢就附设一些茶水，有热咖啡、热水，还有这边当地很有名的凤茶、金泽凤茶，还有苹果汁，那就可以在这边享用，然后看看户外的美景。目前的时间刚好就是夕阳的时间，非常美哦。13楼的景色是真的不错。然后我正前方的呢是 JR 的普通线，还有新干线，刚好可以在这边看一下火车。每次来日本，我都会找 Mr. Donuts，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这边的甜甜圈，很好吃。这个以前台湾的 Donuts 也有卖，可是就越来越少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日本海的夕阳余晖特别的美，我就这样待到了天黑。晚上，我们前往车站，欣赏有金泽门面之称的古门。巨大的木构造双柱是以日本传统小古为蓝本，衔接站内采用现代的玻璃与桁架结构，像是在帮游客撑伞，又被称为款待圆顶。新旧文化的融合一点都不违和。好佩服他们的车站都可以把文化呈现在这种建筑结构上。那可以看到这个车站设计的就是非常有的造型，全部都是用钢桁架去组成的。这个拱门呢，就是这个木构造，拱门的前面还设计了一条人造的小河川。这边对行人非常友善，还有做这个造型的椅子，中间还有这个花，刚刚确认过这些都是真花哦。我以前也是设计过车站的，那我们台湾的车站就是没有办法设计成这个样子，因为某一些因素啦，把车站设计成这个样子，很多人就会想要来车站观光，然后去看这个车站的这个文化。然后车站的正门口啊，那个拱门进来的地方，他们马上就连接了一个电梯跟楼梯式的通道，通往下面的应该是地下室。人家就是有办法，这个门面做得这么漂亮，金泽车站真的很漂亮。带长辈来就是要来逛这种土产店，通常他们都可以逛很久，因为不知道要买哪一样，每一样看起来都很吸引人。金泽跟富山这边呢，很多这种虾做成的饼干。那这种虾呢，他们叫做富士湾的宝石，是一种透明的小虾。那这个呢，在富山是很有名的一种特产。富山有3大特产啊，就是荧光乌贼、透明的虾，然后还有冬天才会有的青柑。然后呢，青柑有时候他们又名又称为狮鱼，然后或者是寒狮鱼。啊，我们可能这次来只能吃到这个小虾米跟荧光乌贼而已。寒狮鱼我记得是3月以后就没有了。还有很多金箔的产品，这也是这边著名的特色产品之一。晚餐呢，来车站呢选了这一家饭团来试试看，它是写职人的店，然后它有很多种的饭团，一个大概都200块左右，然后它还有一些炸物。因为今天早餐跟午餐我们吃比较饱，所以晚餐呢就是车站买一个看起来不错的职人饭团跟玉子烧。这个台湾鸡饭团超好吃啊，它的米啊是粒粒分明的那一种，然后晶莹剔透，就是我们一般来日本说日本米很好吃的那一种米。然后台湾鸡呢味道也不错吃，这样一个大概200块，快200块日币啦，不到200，我觉得很划算。对啊，它就在金泽车站的1楼。那我们来开箱一下我们在金泽住的2晚的 Win Hotel。然后呢，这间房间是不大，那这边是正门，走进来以后呢，房间的大小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。那我们一样订的是双床房的房型，走道呢就是相对挤一点，但行李箱还是有办法完全打开啦，只是说打开之后呢，人就没办法走路了。然后呢，有基本的电视、冰箱啊。这个是房间看出去的风景，
然后我们面对的刚好就是新干线跟 JR 线。然后这个旅馆啊，它有附一个这个类似类胶囊咖啡机，打开之后呢，就有4颗类胶囊，大家大概了解一下，它就是里面只是做成圆形的茶包啦，然后一样用冲水滴水的方式把它萃取出来。那它提供2个咖啡的，2个静冈煎茶的，然后再来是吹风机，吹风机它就是用比较高级 Panasonic 吹比较快的型号。然后呢，有一个小的茶几桌，然后再来呢衣柜。那整体来说呢，我觉得空间感真的不是很大，但是呢，它的价位也蛮便宜的。这个房型啊，一个晚上台币大概1200而已，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才600，可以接受了啦。那也不会说很难睡啊，枕头也是有给2颗软硬适中的。还有顶楼13楼呢，有一些茶水，然后还有提供一些位置，让你在那边欣赏风景。好，那如果有来金泽玩的旅客，又想住在车站附近的，我觉得这间 CP 值够高，可以推荐。我们准备来去面屋大和，是这边金泽别人推荐必吃的面店。面屋大和呢，就距离我们的饭店走路大概3分钟。那因为昨晚我们其实就有去了，但是已经深夜9点了，还是要排10几个人，看一看我们就觉得算了，干脆明天一大早11点还没开门的时候就先来排队。果然早上10点40来的时候没有半个人。是面屋大和的菜单，我们点了一个正常的 miso 跟一个辣的 miso， 然后他一开始呢就先招待一杯果汁，这喝起来是番茄萝卜的感觉，甜甜的，蛮好喝的。这个是红味噌，然后这个是一般的味噌，然后有加肉的。先喝一下汤头，浓，是浓的。它面条是粗的面条，我比较喜欢细面，是粗面我比较不爱，还是很多人喜欢吃粗面，因为口感比较好。你的会很辣吗？我有在学，做大碗的。对啊，不算很贵啊，这一碗才900多块。他说是能登猪，这猪肉很好吃啊。它那个叉烧口味很油腻，一兰的跟有些的他们的叉烧就是做的会比较油腻，里面还有一些豆芽菜跟碎肉，口味对台湾来说是偏重的，加一点蒜。开店不到10分钟就客满了，所以就是11点准时来就可以了。能登猪肉很好吃，能登就是金泽上面的那个半岛。你吃吃看辣味的。你对辣味比较明显了，比较开胃。可以吃辣的要吃辣，因为辣味比较香。口味也比较好吃。对不对？这个很油腻的东西，要配一点辣才好吃啊。我觉得辣的口味真的比较好吃，分量算多了，我觉得吃得饱。早上呢，一样先来购买金泽巴士1日券，它一样就是昨天有介绍过，有分右回跟左回，然后呢都在第6的月台这边，所以就看好要去的，比如说茶屋啦、市场，要搭左回的还是右回的巴士。那我刚刚看一下，如果你是搭它这个左回跟右回的巴士啊，就是上车的话就是不用领的礼券，直接上车下车出示这个就可以了。其他的巴士你就要记得先抽着礼券，因为其他的巴士它只有限230元的车之内的，还可以免费使用。
所以你必须抽整理券，然后下车的时候确认你没有超过这个车资。那我觉得大部分金泽的观光景点，这个左回跟右回的巴士都有 cover 到了啦，所以就是直接搭左回跟右回的车就好了，车次也比较多，比较不会搭错车，或者以免发生车资超过又要补钱的情况。我们第一站来到晋江亭市场，带妈妈来这边看看一些市场卖的东西。这个市场主要主攻是海鲜啊。这个是黑猴啊，看了你的新结真呢。晋江市场有很多摊贩，还有附设这种椅子，你可以直接在这边现点现吃。这个就是那个荧光乌贼啊，就是富山的荧光乌贼啊。这个都是做刺身的啦，也有很多的炸物跟熟食。也很多鱼是石川县这边的。好大的生蚝啊，不过有点贵啦，一个1000，这是观光客的价位了。静冈的 wasabi， 这是真的哎，直接可以磨的那一种。也有很多的水果，也有很多这种可以内用的生鱼冻。我觉得啊，依我逛那么多日本的超市，这个超市算观光化，而且也比较贵的。因为我记得我去青森的时候，那个干贝大概300-400日币就很贵了，这边都到1000日币耶。生蚝也是啊，我在仙台或者是在青森也好，或者是广岛的生蚝的价位应该是一颗大概大颗的顶多300-400吧，就很贵了。但是这边的一颗1000哦。来清泽的，如果吃海鲜想要依靠这个市场，可能要花大笔的钞票哦。那我建议这个市场可能去吃一下，他们有一些餐厅的那些海鲜冻，一碗大概2-3千日币的，我觉得就很足够了。这边还有一些名产店，有很多这种比较道地、没有品牌的，应该说也有品牌啦，但是品牌可能就比较小众的这种欧米亚给，价格上也会比一般如果在这家车站专柜的那些欧米亚给便宜一点。那因为我妈海鲜类不能吃太多啦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带她来市场看看，去了解一下这边当地市场的一些文化啊，或者是餐饮的特色。